麦飞说他今天都在律所，我们随时过去就可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先回座位。梁红，你自己也是律师，所以我才知道这个案子的难度。所以这件事情我要认真想一想，不能马上答复你。那你什么时候可以答复我？我们真的很急。我们指谁？你跟你丈夫？请问你丈夫知道我是你前男友吗？他知道我前面有过男朋友，但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是你。我也没跟他说过。他也没问过我呀。那你们怎么就决定要请我来做你们的诉讼代理人呢？因为他四处打听谁是这方面最好的律师，大家都跟他推荐你。他本来是亲自要来找你的，但后来知道我们是同学，又是曾经的同事。没错，那时候他是丰印的客户，我们是丰印团队的成员。你可以让他继续找丰印。丰印老了，全怕少壮，你是少壮派。我接不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面对你丈夫。哎，没事儿，他是个心胸开阔的人。我没那么开阔。你不了解他。我不需要了解他。他要是认准了你，他认准了我，我就要接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他要是认准了你，就会一直找你，甚至会亲自来找你。那我就亲自拒绝。为什么呀？难道这么多年，你一直没放下我吗？官司有输赢，我怕万一输了，你们会认为我在蓄意报复。可是你从来没输过。那不代表以后不会输。行，输了我们就认。我认不了。那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接呢？哎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大气？是蓝红吧？有一个成语叫明知故问，他来找罗宾干什么呀？还有一个成语叫守口如瓶。我知道啊，她老公啊让人给告了。重温第一个成语，明知故问。那你说，这罗宾他会接吗？重温一下第二个成语，守口如瓶。先生，你好，我叫季玉，是罗宾的朋友，跟他约好了。您先稍等一下，我先给罗宾律师打个电话，确认他在不在办公室。他在，通过电话。您先稍等一下，我得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喂，您先在这坐一会儿。丽娜姐，前台有个人要找罗宾先生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放这儿啊。真的麻烦您先在这边休息一下，哎呦，我真的等一下。好麻烦，我不行。谢谢。请。谢谢啊，好久不见。确实好久不见，这么长时间都忙什么呢？我就是随便问问，你就说什么都没忙就行。可是我确实有事情在忙。忙点也挺好，比闲着强。我不喜欢忙。季先生到了。你叫黛西过来吧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
我跟季玉有些事情。行，那我先走了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拜托。走了啊。她是谁啊？你猜？前女友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蒙的。俩人还联系着呢。并没有。你有多久没见他，我就有多久没见他。那他干嘛找你啊？跟你一样，也要探望权，他也离了。你的脑回路也是清奇的很。是你说的，我跟他是一样的。我说的跟你一样的意思是，你们都遇到了法律问题，需要我这样的专业人士给你们提供解决方案。他可以去找别的律师，不是偏得找你。说你的事儿。看我又来一个。你马上联系一下麦飞，我们现在过去。不用联系了，他都在，我们随时过去就行。介绍一下，季玉。你好。黛西，我的助理。助理。就是你吧？啊，给罗琦出了馊主意，不让我见小安，还要终止我的探望权，是不是？我当时不认识您。这跟你认不认识我没关系，是你没有资格这样做，懂吗？你还想不想见小安？我想。那你最好对他客气一点，他损招多着呢。你不让我见我的孩子，你能落什么好啊？损人利己的事儿你干，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你干它干嘛？季玉，你要再这样的话，你的事儿我真的不管了。我只是不太理解，有什么不理解的呢？他不认识你，也不了解你。罗琦跟他说你十恶不赦，他就信了。罗琦跟他说我十恶不赦是吗？罗琦跟他说的。我来点个外卖。不是要去见罗琦跟他律师吗？是啊，在哪儿啊？在人家律所。那你订什么外卖呀？我是看你并没有想去见的意思。不是，我就是说是我不太理解，仅此而已嘛。如果把你不理解的事儿说的让你理解了，得办个培训班，一句半句说不清楚。得理解了，现在，就按你们说的做，反正能把探望权解决了就成。那我们走。啊。